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我看到有人留言说让我聊一聊最近以巴冲突，那正好呢，最近有这么两条消息，也值得跟大家来评论一下。那一个呢，就是刚刚在联合国，美国一票否决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美国否决了，然后另外两个国家是弃权，英国和瑞士，剩下的有12国家赞同。虽然它超过了最低的9票的赞同数，但是美国拥有1票否决权，因为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说美国的1票否决，这个决议就没有通过，没有通过就不能够提交到联合国大会上。那么英国和瑞士为什么要这个弃权啊？那我认为大家如果了解联合国运作的话，就是这个协议如果美国不想让它通过的话，那么就要游说其他国家，对吧？那么很明显，英国跟瑞士赞同美国不去投支持，可是其他国家呢，他们还是要坚持这么投，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对美国来讲，你们就算投了，最多就是让我看起来不太好看而已，但是并不是什么大事儿啊。美国人是最不讲究面子的，大家都知道，美国人是最喜欢自嘲，最喜欢自黑，所以美国人其实不在意他面子上的问题，他在意是这个里子，就是真正的实际的利益。所以说，对美国来讲，你去跟美国一起投反对也更好，如果你实在不行，你投个弃权也挺好，也没关系。如果你投了赞同，跟美国硬着来但是也没太大关系，就是实际上反正美国拥有1票否决权，所以他也无所谓。如果在这个事上他没有1票否决权，注意，那可能他会发动他的盟友跟他一起投反对，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投赞同了。这些投赞同的人，他们是想说白了就是装就是反正我知道美国肯定1票否决但是呢，既然如此的话，那我投什么都无所谓的话，那我就投一个赞同，还能这个面子上好过一点，至少在国内的支持巴勒斯坦那群人不会骂我们所以这些人就投了这个巴勒斯坦建国，进入到联合国。如果美国没有1票否决权，这些国家很可能就是会跟着美国投这是一点，我们要强调一点，并不是说通过这次投票就能看出美国家的立场，不是这样。OK， 一定不是这样子的。投支持的就是这个政府支持，投了这个反对的政府就是反对，并不是这样。OK， 并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跟以色列合作，军事、情报、政治、外交还有经济上的合作，对吧？那说不过去吧？那你都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了，对吧？跟美国对干，跟以色列对干，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以色列关系这么好？投给谁并不代表这个政府的立场是什么。好，那么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讲，现在是美国1票否决，巴勒斯坦没办法去实现建国，那是不是美国搞的鬼，或者美国跟以色列搞鬼，阻止巴勒斯坦建国？其实美国很早之前就讲得非常清楚，美国的立场是支持2国方案的，一直是想办法促进2国方案的。每一次以巴和解都由美国从中去协调，想办法把大家撮合在一起经过谈判来进行一个双方的妥协。所以美国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说是和平的缔造者，或者是想方设法的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因为对美国来讲，战争没有什么好处，对美国整体国家利益来讲，他当然希望做生意才是第一位的当然你可以说这个美国希望搞乱这些国家，大家又需要从美国这儿买武器了。第一，你怎么知道这些国家一定从美国买武器呢？他不可以从英国、从法国、从其他国家、从中国买武器不行吗？对吧？他一定要从美国买武器吗？这是第一。第二，买武器才多少钱？跟整个全球经济比起来，跟这个做生意，对吧？跟美国的这些品牌进入到这个一个其他国家的市场上赚的钱比起来，那军火那点生意9牛1毛大家去看看军火每年的这个产业的规模，还不如一个谷歌，还不如一个亚马逊，对吧？所以军火商再厉害，他们还得 hire 那些游说团体去跟这个国会游说，而且这个游说团体呢，它不仅代表军火商，它可能代表其他的食品商，对吧？木材商，什么产业都会代表，对吧？军火商只是占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不要相信那些网络上的阴谋论讲的好像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被军火商所绑架了完全被以色列人被犹太人绑架了，没这回事就算部分美国人他有犹太血统，他也不代表就是一定在所有的问题上支持以色列。如果这样的话，请问为什么美国不支持以色列去回击伊朗？
最新的消息是，以色列发射了3枚飞弹，要报复伊朗，因为伊朗之前不是大规模的袭击了以色列本土吗？99%的飞弹都被拦截。这次以色列回击，他只发了3枚，这很明显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游说的结果，就说你不要大面积的报复伊朗，没必要把这事情造成更大的影响啊，双方进入全面战争，这对所有人都不是好事儿啊。他既然没有伤害你多少，没有把你怎么样啊，那你可以报复，但是你要有一个这个自我限制。那以色列确实也这么做了，而且美国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不会参与到以色列报复伊朗的这行动当中。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跟美国它不是永远在一起，它虽然是非常紧密的盟友啊，在整体利益上是毫无疑问是绑在一起的，可是不是所有事情美国都听以色列的，一定要清楚，不是美国听以色列，是以色列听美国。再说一遍，这些美国人、美国的政坛、商界精英，他们还是以美国利益为重的，不是以以色列为重。他们一辈子去几次以色列啊？他们住在以色列吗？他在以色列有生意吗？有多大生意，对吧？他们的核心利益还是在美国，他们还是美国人，美国的爱国者。OK， 他们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他不会，就哪怕是爱因斯坦，是他自己都曾经说过不支持以色列建国、以色列复国运动。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都一定支持以色列，他们都已经多少代人都在美国了，他们也是一个纯种的美国人了。OK， 他们体内的犹太血统能够对他们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上产生多大影响，我是很打一个问号的。我不认为他们本身跟以色列有多么大的紧密的联系，很多人根本就不信犹太教了。所以说我一定要再次强调，我不相信网上的那些阴谋论，好像全世界都被犹太人控制了，美国政府都被犹太人控制了，那是不是习近平也被犹太人控制了，对吧？习近平也是什么光明会的成员，这很可笑嘛。但是在国际问题上，在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上，我们要有这个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对待啊，不应该太过理想主义。那这时候就说到了美国为什么否决？美国否决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说，现在的巴勒斯坦不构成一个国家，然后也不构成进入联合国的要求。就是你到现在为止，第一还在打仗，第二你这国家还是恐怖分子执政，对吧？还是恐怖分子来控制这个国家，你这个政府居然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你怎么能够构成加入联合国的要求呢？所以，而且更何况这个事情到加沙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因此两国方案是好的，是应该推动的，可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而且就算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又怎么样呢？到今天为止，巴勒斯坦还在战火当中，还在支持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去袭击另外一个国家，要消灭另外一个国家，对吧？犯下这样的反人类的罪行，屠杀了1000多手无寸铁的平民啊！在这种情况下，没办法组织有效的政府来代表巴勒斯坦，所以说，就算通过这个决议，那也是联合国说说而已啊，真正没有办法去实现。那这是另外一个，而且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美国不同意你就建不了国，就这么简单。他们可以反对美国，但是反对不了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1票否决权，他没有办法去否决这个要求，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几个大国说了算，或者说他们产生最大的影响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得到美国的认可，那你得做出点实际动作来满足美国的要求，对不对？包括之前美国撮合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去和谈多少次，历史上多少次，很多情况下是巴勒斯坦否决，巴勒斯坦拒绝，巴勒斯坦不想跟以色列共存，就这么简单。但是因为巴勒斯坦实力不够，以色列实力太强，导致到现在为止是这个局面。如果巴勒斯坦的实力足够强，就像以色列这么强，他一定要把以色列消灭光，他一定要把以色列消灭，把犹太人赶出去。如果大家还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不能愿意跟以色列共存的话，他是建立不了国家的，也不会得到美国的支持。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问另外一个问题，那你巴勒斯坦进不了这个联合国，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因为你看，连台湾到现在为止都不能进入联合国，台湾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民主制度啊，这不比巴勒斯坦，对吧？和平多了，对吧？这个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好多了。台湾都没进联合国，你凭着巴勒斯坦能进联合国，我就不明白了，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问一句，台湾为什么进不了联合国呀？是谁反对呀？肯定不是美国，中国肯定反对呀。他认为你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呢，你怎么能进联合国呢？那中国如果否决的话，中国甚至都不会让这个决议在联合国大会提起，这就是现实。所以台湾人也得接受啊。
你现在中国反对，这时候怎么办？台湾也是一样的，中国反对他就进不了联合国，同样的美国反对巴勒斯坦就进不了联合国，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游戏规则，你改变不了游戏规则，对吧？你改变不了的话，那你就只能等着共产党垮台，对吧？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共政权垮台，然后再说，有可能就有机会了。同样的，那巴勒斯坦只能等着美国垮台，但是美国垮台的可能性要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垮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得多，对吧？它从建国到现在为止一直没垮台过，但是中国这过去200-300年改朝换代多少次了，对吧？那很有可能下一次还会改朝换代，啊，让这国家也会分崩离析啊。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台湾倒是有机会，但是巴勒斯坦我看到目前为止是没这机会的，除非美国认可。那美国有没有可能认可呢？有可能。中国是肯定不会认可台湾进入联合国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这是一个中共党国就不可能。但是美国是有可能认可巴勒斯坦进入到联合国的，但是前提条件你得做出样子来，你得接受美国的调停，美国的斡旋。就像过去你没有接受，那么你就没有建国的资格。但是到今天为止，很明显巴勒斯坦并没有学会这个，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需要跟着游戏规则来玩。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原因不得不强调一点，就是它背后有其他的势力不希望巴勒斯坦建国，包括周边的几个国家，他们不希望再出现一个这种伊斯兰国家，然后跟他们有竞争关系。如果巴勒斯坦是一片混乱，跟以色列不断的冲突的过程当中，那对他们来讲就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他们想能够在这个地区产生政治影响力，能够把这个巴勒斯坦问题当作和以色列交往过程中的一个政治筹码，所以说他们其实也不希望巴勒斯坦建国。OK， 再强调一遍，不光是美国、以色列，其他的那些穆斯林国家，表面上在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他们也不希望巴勒斯坦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很多人都在讨论为什么这次的加沙问题，像埃及、约旦这些国家都禁止这些加沙的难民进入他们这些国家。就是我不希望你来，不想影响我的这个国家，我的国家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为了我的国家利益，你最好别建国，你建国了影响我的国家利益。所以说，巴勒斯坦建国是很困难的，他面对的不光是美国的反对、以色列的反对，他还面对他的所谓的盟友这些伙伴国家的反对。另外一点就是极端组织在从中作梗，他们想制造冲突、制造矛盾能够让他们获得背后的金援。谁给啊？伊朗、俄罗斯这些国家，当然可能还有中国，这些国家会支持哈马斯这样的极端组织，因为他希望给以色列找事儿，给以色列找事儿等于给美国找事儿，牵扯美国的精力、美国的资源，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啊。对于这些国家来讲，他们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以他们会支持极端组织。那么既然支持了极端组织，控制了加沙，控制了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区，那么巴勒斯坦就很难真正的组建一个和平的、理性的政府。以色列是不可能同意一个这个由恐怖组织组成的政府进入联合国，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无解的。无解的原因就是各方利益在纠缠在一起，然后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那么我们一定要强调，它背后其实是很多势力在蠢蠢欲动，要瓦解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这个国际秩序。那当然其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就是中国跟俄罗斯，当然也包括伊朗、朝鲜、北韩，还有什么委内瑞拉、叙利亚这些国家他们组成邪恶轴心，是要对抗欧美秩序的。那这种情况下，中东问题就是一个制造麻烦的地方，那么就不会有和平，不会有安宁。那背后的原因大家明白了 ，OK？ 但所以今天很多人都在反美最新的消息大家可能也看到了，谷歌公司开除了28名员工，原因就是他们在这个加州跟纽约两个总部去占领总裁办公室，进行静坐抗议。他们隶属于一个民间组织，他们抗议的是谷歌公司和以色列政府有一个价值12亿美元的云计算的合同。他们是这个组织当中的部分在谷歌工作的员工他们认为这是不对的你支持了以色列政府，等于是在支持以色列
在加沙犯下罪行，而他们因为是谷歌的员工啊，等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公司啊。那你到底能不能做一个合格的员工呢？就很明显不合格嘛啊，公司把你开除啊，因为他们其中有一部分人是被警方给带走了啊，因为你是在扰乱这个公司的运营了。那这个事儿完了之后，我看到这2天在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也是很多学生隶属于这些民间组织的，在抗议啊，甚至占领这个校园，甚至有些人还跟警方发生了冲突。那这个事儿我们就不提了啊。总之就是现在在欧美国家一些民间组织，这背后这个资金来源是很可疑的啊。这些组织他们在影响这些年轻的学生，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中老年啊，当然这个是少数了，主要是年轻人影响他们啊，让他们去帮巴勒斯坦帮这个弱势群体发声啊。而这些年轻人受到这种理想主义的熏陶，对吧？一股热情啊，觉得啊你应该反对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加沙有这种大规模的什么种族灭绝的行为啊什么的，对吧？他们的说法都是来自于哈马斯，来自于伊朗，来自于反美这些势力，而这些人又是美国人啊，在美国生活。可是他们呢，我们看到这2天在这个纽约街头不是还有这个抗议的啊，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边啊，有一个人说什么要让10月6号那场就是大屠杀，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展开那个大屠杀，他说要再重复1000次啊，然后还说这个美国去死啊，他自己就是美国人，美国去死。你那么恨美国，为什么还在美国待着呢？就很奇怪了，对吧？那你应该离开美国。美国死了，那他怎么办呢？对吧？而且这些口号都很幼稚，大家没有觉得吗？就是什么叫美国去死？美国又不是个人，他怎么去死？对吧？美国死是如何来衡量？美国活跟死，它是怎么来衡量的？对吧？你是要推翻这个政府吗？可是政府每4年就被推翻了，对，被选票推翻了，对不对？那你到底恨的是谁呢？就是你没有一个对象啊，对不对？然后说这个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种族灭绝，那种族灭绝定义是什么？如果没有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这种恐怖袭击的话，以色列会报复吗？对吧？以色列是主动退出加沙地带的，所以说后来哈马斯才占领了加沙，对吧？通过选举啊战胜了这个法塔赫，然后把加沙地区变得更极端化，甚至把海外对加沙的人民的这个援助或者资金的援助或者是基础设施的援助变成了军事用途。这是哈马斯这个极端组织在做的事情，他们伤害的不只是说以色列，他们在伤害自己的人民，而且还把自己的人当作挡箭牌，当作人肉盾牌来处理。所以这些支持巴勒斯坦人应该反对的是哈马斯，他是首先要反对哈马斯，再反对以色列，对吧？所以他们本末倒置，就这些美国学生，包括很多其他国家的学生，要不然就是很傻很天真，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地区地缘政治复杂性啊，就是一味的喊口号，然后觉得啊，这是以色列做的是错的，他们接收的信息有问题，他们处理这个信息的能力有问题。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们隶属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会给他们经费，那么有些学生可能就愿意拿这个经费啊去做这种事情。那背后的经费，那很可能来自像中国、俄罗斯、伊朗这些国家。我之前不是还找的那个 Co-Pink 那个女权组织，那背后不是有中国的影子吗？啊，专门有一个 project， 有一个项目，就叫做“中国不是我们敌人”。那很明显就是有大外宣的影子，打着女权的名义啊，在做这种事情。包括 BLM 那个黑命贵运动也一样。所以这些左派活动背后，我认为是有中国的影子。他们不可能不利用这种对美国可以造成舆论压力的冲突来消耗美国的资源，影响美国的民意，然后对美国在全世界的一些做法给污名化。那这个也是美国没有办法必须承担的。既然你选择了做世界警察，选择了去介入到其他国家的冲突，那你就要承担这个后果。美国人其实在这块做的不是很好，因为他不太重视舆论战、认知战，他觉得无所谓啊，他觉得你们怎么想没关系啊，反正我要为我的国家利益去服务啊。那么你的介入肯定会带来一些影响，这影响不一定都是好的影响，也可能有不好的影响，对吧？你虽然觉得说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影响，那些不好影响呢，你又没办法去解释，然后就被无限放大，是吧？包括在阿富汗驻军也一样，对吧？最后还是要灰溜溜离开，对吧？因为这个地方不适合你搞一个什么自由民主的政府。
除非你是长期的在这殖民啊，你又不愿意去当殖民者，你又不像是永久殖民，你要不想花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多资金去进去，对吧？大英帝国当年的全世界殖民，他也是说让自己人管自己人，他也不想花太多精力去管。这个为什么英国只占了一个香港岛，连九龙都没占，只是签了一个租界协议而已，对吧？他要想把整个中国都占了也可以，可是这对他来讲得不偿失，他要做一个成本计算的。同样的，今天的美国也需要做一个成本上的计算，就是很多事情你是不是该做，你做了之后是不是弊大于利啊？这个我觉得美国政府其实在最近这几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包括川普上台之后也是要求其他的国家在支持俄乌战争啊，或者这个打击叙利亚、打击伊朗方面，让其他国家也多付出一点。美国自己也有一些内忧外患要处理，特别是现在年轻人，很多人他们的这种想法受到外部的影响，根本看不清具体的当中的这个政治博弈，然后就被当作这个炮灰来利用了。而且关键是这些人还有选票，那就麻烦了，对吧？他没有选票还好说，他拿到了选票，他能够影响美国政治，那么美国主流社会就不能不去关注这个边缘人群，就这群受到极左势力影响的这些年轻人，受到外部这个资金援助的民间组织，特别是当他们已经是喊出反美、喊出支持恐怖袭击了这种说法，那如果还没有任何动作的话，就太软弱了啊！今天的拜登政府在这个方面做的，我觉得是和我们想象的或者是希望的达成的这种目标差太远。当然，我对美国还是有充分的信心啊！我下个月还会再去美国待几天来进修，参加一个智库的活动。我认为美国的优势在于它还是有最基本的这种公民教育和对自由民主的理想的这种信仰，以及个人能够充分的吸收不同的信息，进行自我消化，然后培养出自己的这种独立的思辨能力，对吧？这个在美国还是能够保证的。那只要大家能够有自己的分辨能力，那么很多情况下，就算一时没想通，慢慢大家也能够想通。只要信息能够自由流通，不被屏蔽的话，普通的美国人看到一些极端现象，他们还是会站出来反对的。那这次谷歌公司遭遇到这种情况啊，不得不开除这么多人，也说明他们自己也需要做反思。谷歌公司本身他们的算法是不是造成了影响？就是这些美国科技巨头，他们是不是在自己挖自己的坟墓？你们如果充当了反美的声音，这个极端左派势力的这些传声筒的话，那么其实是在害自己。因为当这个体制瓦解，或者说这个现在拥有的美国的社会秩序遭到了这破坏的话，是不利于这些公司进行任何商业活动的。你要想要商业活动，你要想赚钱，你必须有一个非常自由宽松的商业环境。但是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这种极左的理想，跟现在的美国的自由经济是背道而驰的。他们相信的是马列主义 ，OK？ 他们相信的是乌托邦，他们相信的是喊一句口号就什么事情很神奇的都解决了。所以我看到谷歌这事儿，我真的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啊，就是让大家能够有反思。谷歌自己的员工，其他的员工也应该有反思。我甚至还看到，就是支持他们的一些行为的其中一个人，他还在这个网络上也是反美嘛，然后反对韩国跟美国的建立的军事同盟关系啊，反对韩国在美国的这个驻军，然后说美国是帝国主义，然后还支持朝鲜半岛的统一。这支持朝鲜半岛统一的人跟支持这个中国跟台湾统一的人是一个思路的，就是他根本就不看现实，就是他活在自己想象当中，觉得统一最好，民族复兴最好，打败美帝国主义最好。你怎么做，对吧？你不看到你现在的生活是受什么样的影响啊？你如果跟这个一个专制独裁势力结合的话，然后他还不愿意在朝鲜生活，不愿意在北韩啊，甚至连韩国都不在，他是在美国，在美国生活的人，然后支持南北韩合并。如果真的最后发生了很多的状况啊，很多人这个失去自由，然后甚至失去生命的话，他倒不负责任，反正他就喊喊口号就完了，他喊一喊春秋大义，他不负任何责任。这不就是年轻人吗？喜欢喊口号，但是没有什么责任感，更没有对很多事物的最基本的理解。我觉得他们如果连常识都没有的话，
还是应该好好的踏踏实实读读书，而不是看到一个什么观点、一个口号就积极的去响应、去号召。你也许实现的不是你心中的那个想象中的，你反而是在破坏现有秩序，导致变成人间炼狱。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